嗨，欢迎来到上麦的频道，和 NONO 一起学发声。那很快就来到音乐园计划的最后一期了。那我们专注在一首歌，叫做《越来越》，作者是薛之谦，演唱的是刘惜君。那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来共同学习很多的内容，比如唱法，比如理解摇滚啊，比如说这首歌曲刘惜君唱的到底怎么样。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越来越》。欢迎回来。那首先在分析这首歌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关于情歌的一个概念吧。那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情歌啊，各种各样。那为什么我会停留在《越来越》这首歌呢？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情歌其实很难评定好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些时候它会跟听众的共情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王琳凯这次唱那首歌，那些就你对我好的日子，对吧？如果有经历过，或者说你刚好正处于这个阶段的朋友们，你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有感觉，非常好听，因为它是一种诉说。这也是我之前跟朋友们提到过，无论你爱不爱唱歌，你都可以尝试去唱一些歌，因为音乐呢是能够抒发你的情感的。那话到这里，为什么我来谈论薛之谦的《越来越》会让我觉得与众不同呢？因为在情歌当中，除了得到观众的共鸣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是，你赋予它另外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比如说也有普世价值，或者说，有一个社会现象。那么我自己觉得，薛之谦在写歌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它其实含带了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啊，比如说他第一句里面谈论到的，不干净啊，回不去啊，错过啦这一类的概念，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之前足够那首歌也有点相似，所以薛之谦会一直被那样的歌曲吸引啊。足够不是他写的，但是他在写歌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的现在至少像《霸王别姬》啊和这一首越来越，他会放入很多不一样的价值感，比如说社会的现象啊，人们的无奈，所以很多人听这首歌都会陷入一个深沉。其实上一次这首歌和这首歌在他唱完之后，包括我。还有那些，也不是说包括我，就我，当然还有那些其他的那个歌手们，你会发现他会陷入一个安静，这种安静是将人的情绪拉到很深，进入反思。那我自己会觉得这样的歌曲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唤醒人们的思考，或者说，甚至能够采取行动。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那至于刘惜君来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看他的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争议，有人就会说不好听啊，但是说艺人们实在是没什么可夸的，只能说他唱歌技巧好啊。但是呢，我想以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刘惜君是怎么唱这首歌的，可能会对你们有意外的惊喜呢。那我们就来听一下，那么一段一段，那刘惜君一段，薛之谦一段，然后最后呢，我会做一些额外的类似摇滚音乐的对比，让我们有听的人能够了解一下。OK， 好，我们开始吧。你骑上一辆豪华的列车，都带你到最迷人的沼泽，你学着自己也听不懂的歌。好，首先薛之谦说到过，刘惜君她的音色非常适合她这首歌。那刘惜君她自己是唱摇滚的，她的音色向来就是非常的亮，而且偏硬啊，并不是那些像单依纯这样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她的声音是很硬。但是你们发现她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其实表现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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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这一个基调是在摇滚里面是非常稳定而且很成熟的，在他的音准啊，然后他唱歌时候他出现的那些共鸣也是非常能够扎到人心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薛之谦这的。一起上一辆豪华的列车，他带你
到最迷人的沼泽，你学着自己也听不懂的歌。好，我们在听薛之谦这段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的语气是更为诉说感一些？所以很多朋友他可能会不太适应，说到刘惜君这个部分的时候，他用的是比较硬，或者说比较强，就是我们的语气当中是比较强硬。那薛之谦擅长的是口吻。反过来讲，我认为薛之谦将《霸王别姬》和《越来越》这两首歌，拎出来给江苏卫视节目来。给其他艺人不收入自己的专辑啊，是可能会有一些原因，是他会认为他来唱并不能够唱到最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霸王别姬》，他会觉得自己的身材不够魁梧，不像霸王一般。那么来到《越来越》这首歌，我认为他在摇滚的描述上面，在前面那个部分，他压不出那些用力和硬朗的节奏感。当然了，我们摇滚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像嘶吼般啊这样子，也没有，对吗？那我们来听看第二段刘惜君是怎么来表现的。别望着所有镀金的景色，你看他这边讲所有镀金的景色啊。那我们一般像薛之谦这不是他擅长的，他会唱成所有，我们听一下啊。你望着所有镀金的景色。好的，所以薛之谦的语气感、口吻感就会比较强一些。那像那个刘惜君，像他的口吻就会更贴近摇滚的感觉。你望着所有镀金的景色啊，他的语气感是，我认为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来听下去。错过了一辆绿皮的火车，失去了最后能回去的资格。它的亮音的部分失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我认为在耳朵里面的饱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听听薛之谦这段怎么唱的。错过了一辆绿皮的火车，失去了最后能回去的资格。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就会发现它两者是完全不同。那我认为呢，很多人认为刘惜君在这个部分演绎的不好听，应该是跟薛之谦做了对比，因为薛之谦他是偏口吻、偏叙述的感觉。如果论摇滚的歌曲来说呢，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刘惜君在这一段演绎的非常好啊，有他洒脱的部分，有他硬朗的坚持的态度，因为他而且甚至用了很多亮音，失去了，失去了。那薛之谦是失去了，他会比较多一些叙述的感觉。那如果你想要表达摇滚的话，那当然是刘惜君这样的表演会更加的完美一些。但是我们来听副歌的部分，副歌的部分很多人就会说，刘惜君的感觉没有唱出，或者情感没有到达那个点。那我们来听一下啊，那么刘惜君欠缺的是什么部分？我们都越来越疯，越来越不干净。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刘惜君这一段演绎的是非常好，而且他在后面也做了一些处理。你看，哒哒哒，越来越疯，越来越不干净啊。我会推荐喜欢这首歌，或者说喜欢听这首歌的人，尝试在这个部分去唱一下，你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它的音都是直的，字都是往外走，而且呢都是亮音，越来越疯，越来越不干净啊，这个是很有特色的摇滚的唱法。那我们如果来谈论到这个地方，会让人觉得整体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呢？应该我认为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认为刘惜君这一套的装扮跟服饰，让我觉得跟这首歌不那么的默契，因为它整一个装扮呢，让我觉得偏，怎么说呢，就是不
不太 match 这首歌传递的价值跟感受，没有那个淳朴感，就是干净感跟实朴感。我们叫实在的朴素的感觉就不太有，所以在视觉上和听力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那跟薛之谦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诚的，或者说很痛苦的部分，那我们就感觉不到。那我们来听一下薛之谦在这个部分他是怎么演绎的。我们都越爱越疯，越来越不干净。我们都越走越远，离开最美的风景。我们都越爱越醒，越来越不珍惜。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上曾经的你。好，那我就非常喜欢薛之谦在这一段里面的最后，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起曾真心的你这个部分，他的口吻加上他的力度，让别人就是唱到了别人心碎的感觉。那比起刘惜君在这个部分呢，他的入感是好的，可是到了后面的部分，你都看到这儿了，就应该为我点个赞了。我们都越走越远，离开最美的风景。我们都越爱越醒，越来越不珍惜。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上曾经的你。好，这一段他其实没有像薛之谦在尾巴的时候给出这么强烈，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起曾经的你啊，他就作为一个落段。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这一段整体来连贯的来听一遍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做了一些技巧的转换的啊。那我们再来听一次啊。我们都越爱越疯，越来越不甘心。我们都越走越远，离开最美的风景。好，我们就会发现刘惜君在这边做了一个我们叫山坡的一个起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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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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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就会往下走，然后它又再起，我们来听啊。我们都越爱越醒，越来越不珍惜。好，有没有发现它这一段越来越醒跟越来越疯，它的起伏是明显增长的。我们都越来越疯啊，它到后面是我们都越来越醒，越来越啊，它的整一个气势跟高音部分的压力是做了增加。那作为一个歌手，我自己觉得啊，能在这么短的一个 chorus 的部分就做一个起伏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因为这样，他在这个部分结尾跟薛之谦不一样，他走的是低式。再听下去。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上曾经的你。我在听歌词的部分，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起曾经的你，或者变成曾经的你。也是怪怪的啊，对吗？就是这个地方它做一些压力会有一些怪，但是确实在气氛上就不如薛之谦唱那个尾巴。可是我们也能够珍惜到他作为一个摇滚歌手，在这个部分是处理的非常好的。好，我们来再听下去。好，我们看啊，在这个哒哒哒哒 ，OK。作为歌手来讲，这也不算是很高的音，但是他在这里加了这段之后，很快乐队就迎接了一个升 key。那我自己觉得他们在处理这首歌曲的时候，推动气氛依赖的是升 key，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听，看看他升 key 之后的音色展示是如何了。望着咄咄逼人的景色，怀念着走越远，离开最美的风景。我们都越爱越醒，越来越不珍惜。
好，我们来听一下它的结尾的部分是怎么处理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为我点一个赞吧。越爱越疯，越来越不甘心。我自己认为这一段他唱的真的太完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升 key 之后唱完一段部分之后，他降下来，我们都越爱越疯，越来越不珍惜。其实他在情感上面是拿捏的非常的到位的啊！如果你们不介意，我们就再听一次，好吗？越爱越疯，越来越不甘心。你们发现他在干净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亮的音，而且是个实音，干净啊。那么，这里可以教一点点技巧了。如果你自己也很喜欢在一些我们的越来越疯，越来越不干净像这个气音当中加一个亮音，其实你可以尝试练习跳音然后再高一点然后找到你要唱的那个音，练它的跳音，练到你有一个亮音出现，那你就会知道，当你唱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个肌肉怎么用力，就能唱到你要的音了。我们再听他接下去怎么唱啊？我们都越走越远，困在迷途的森林。我们都越爱越近，越来越不透明。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上所有真情。那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其实从这首摇滚的歌曲来讲呢，刘惜君算是演绎的非常的完整。他不但还升了 key 之后，在后面还做了一些变调。那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薛之谦这首歌，它的尾巴是怎么处理的。我们都越爱越疯，越来越不甘心。我们都越走越远，困在迷途的森林。我们都越爱越新，越来越不透明。这世界配不起，也配不上所有真情。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薛之谦他在这个部分，其实最大的差异是来自于，我认为薛之谦在演绎的时候并没有用到摇滚的元素，因为他用的是一把吉他，他唱的时候会更多的在意他的词里面的价值和情绪的流露，所以其实在整体的音乐风格上是不同。那我觉得，如果薛之谦愿意的话，他其实完全可以出一版，不是摇滚版的。然后跟刘惜君出的这版摇滚版不一样。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的是，我试过去听没有画面的，就是刘惜君他的那个纯音乐版，那感觉就会非常不一样。你们去试一下，离开他的那个装扮和老是滑下的那件衣服，你们可能在听那个纯 MP3 的时候会更纯粹，更理解到他音乐里面的那些表达的元素和他的唱歌的技巧。那我同时来做一些对比，我记得我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是田馥甄唱的一首歌叫做《魔鬼中的天使》，还有王菲唱的那首《开道迷茶》，同样都是摇滚的歌曲，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小小的对比，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看到这里，请你为我点一个赞吧，谢谢哦。首先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听一下刘惜君她在摇滚里面的声音，那这个部分是这首歌的第二段，我们来听。的时刻，我们都越爱越疯，越来越不甘心。我们都越走越远，离开最美的风景。我们都越爱越近，越来越不珍惜。不过话说到这里，我觉得这首歌它没有找 vocal 来做支撑和背面的铺音，会显它音有点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我们来听田馥甄这首《魔鬼中的天使》，看看她的声音是怎么展现的。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
但是想都别向我求饶。还会发现他的唱法其实跟刘惜君就会很不一样，虽然同时也是在表达一个同样类型元素的歌曲，它的音就会没有那么的硬，然后有点弱。那我自己会比较偏向于在表达这类歌曲的时候用刘惜君的语气，比如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你可以。所以你会发现，用不一样的力量和不一样的咬字来表达歌曲的时候，它整体的感觉会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听听看，田馥甄在副歌部分的时候，她是怎么表达的。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她表达的是偏，我们叫做是偏。软一些吧，它是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偏向比较喜欢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就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那我会比较偏向于这样的表达那这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对摇滚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好，那我们来最后做一个对比，你猜是谁？王菲的《开道迷茶》，我们来听一下。先听刘惜君的声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她的声音啊。越不甘心，我们都越走越远，困在迷途的森林。我们就可以发现刘惜君在唱这关的尾部的时候，他唱歌，他可以硬，他可以弱，然后他的硬弱的里面，他还会再增加力量那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歌手的在唱摇滚的时候不愧他是一个摇滚歌手吧。那我们听一听王菲的开道迷茶，声音不是太好，我们就稍微听一段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天茶有没有1毫厘？有何关系？每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想查到不过天地。有和自己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小高。我们这首歌听到这里，我就会认为王菲就是比较典型的。你看她声音是软软的，有些时候细细的比较空灵的。但是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虽然没有像我这种硬的声音，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那作为王菲，她就会在她那个空灵的声音里面，还能够听到那个韧劲跟力量，那就是她声音里面的特色了。那我们关于这首摇滚的歌曲，我们就能够聊到这里了。所以很多朋友们在唱歌曲的时候，我是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到，我们在表达不同歌曲的时候，用的技巧其实是不同，或者说个人的风格也不同。也不是说摇滚一定要这样，也不是说一首歌曲一定要柔情才会好听。所以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不但用不同的技巧之外，还要记得发展你自己的声音你会发现田馥甄王菲薛之谦刘惜君，他们个人的特色都是非常明显和明确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唱歌或者去 KTV 唱歌的时候，会容易将自己的声音的这个特色给抹掉，而去不断的模仿。那在这里呢，我就会希望爱唱歌的朋友不要模仿，去找到自己最好听的声音，好吗？那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刘惜君这一首《越来越》，因为我看到他眼神里对这首歌曲的笃定当然也会希望你们再回去听一下《足够》那首歌。我会比较喜欢情歌里面带有更多价值意义的至少能让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有情感的释放，好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哦，拜。